我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在一起，就是图他对我好。我只想和他有一个安稳的家，我对他百般信任。结果呢，他瞒着我给他2个女儿100多万，这就算了，都离了婚的前妻还给了100多万。我看他就没把我们这个家当家，既然他不顾我们这个家，我就带着儿子走了，我们俩过算了。他现在吵着带着儿子走，什么意思？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我对他很好，平时他要什么我都给。那前期有那帮忙怎么了？我们家有这能力搭把手，毕竟是我女儿的妈妈，我做人做事不能那么无情无义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马先生60岁，来自南京个体，有请马先生。袁女士50岁，来自南京个体，有请袁女士，有请。这在一起有多少年了？两位20年不到一点，19多一点。哦，都19年了。当时他开了一个清吧，哦，当时条件也不错，他是我老板，我呢是主管。他觉得我人挺好，比较慈善吧，就比较和蔼的那种，对所有客人都很和蔼，同事关系也不错啊，他对我很好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他跟我讲的时候，他是离婚的，前面有2任妻子，还有2个孩子。我家里面人觉得你这黄花闺女干嘛要嫁一个这样的人啊？就不同意我的婚姻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问题的嘛。我是把这个事儿没当那么回事儿，但是这当中，我现在就是很后悔了啊！怎么后悔了呢？就在去年吧，去年10月份的时候，我听到他打电话给他前妻讲什么装潢费要20万。我听得都很纳闷啊，什么装潢费20万啊？我心里面说，你也没给过我什么装潢费20万之类的话，怎么还前期还20万啊？我就是平时跟你要钱，你替我挺不错，我要个比如说5万啦、6万啦，你从来也没开口过20万这么大的数字啊！这数字对我来讲，我听得很诧异啊，震惊啊！然后就问他叫我别管，他说你别管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。我很生气啊！我怎么没关系呢？我跟他有个儿子啊，19岁了，面临的就是后面要用钱啊，这钱莫名其妙就出去了，我心里面肯定纳闷啊。虽然你是老板，没错，你以前是老板。当然，这个钱嘛是给第2任的，第2任他的爸爸妈妈家的那个房子要装修，啊。你没跟我商量，你就给钱。你也没告诉我家底是多少。我要跟你商量这些事情的话，你听到你给了以后，你会第一你会心疼的，第2你肯定会生气的。所以说我肯定生气啊！你想想，你讲啊，懂啊？这就不谈了。然后完了以后，我心里面就想，你能莫名其妙给20万，那肯定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给过什么钱。他有个柜子，我看他有时候偷偷摸摸的拿着钥匙藏在一个地方，我呢也是留了个心，看他藏在哪儿了。因为我这个人呢，以前是大大咧咧的，自从出了他这事儿以后，我就没留了个心眼儿，我就留心眼儿了。然后我就去翻到那个钥匙，然后又翻出来一个汇款单，80万。哇！我就很生气了，就拿着这80万又问他，我说这80万怎么回事儿？第2任嘛，他要那个爸爸妈妈嘛，当时在成都买房子，钱不够。他们家把那个老房子卖掉了，然后我再给他80万，就180万，他能在成都买个中等的房子。再说我要2女儿也讲话了啊，爸爸支援吧，我肯定要同意啊。你看这就莫名其妙100万就出去了，我就在蒙在鼓里的情况下，100万没了，我儿子的着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而且我平时跟他呢，有时候我讲实在话，他对我还不错。有时候孩子去补个习啊，我有时候会跟他讲，我说孩子补习需要个2万、3万，他也给，只是有点会啰嗦。有时候会讲这个钱花的不值得。我本身来讲，你需要多少钱，我都会给你的，对不对？我问一句啊，您在到底做什么买卖呀？我呢就是在26岁时候一直都开酒吧。
啊，现在做什么呀？还开酒吧吗？现在酒吧2年前我把我的房子租给人家开了啊，因为呢，这个我开始操作别的生意了。生意做得不错是吧？生意做得很好，但是呢，我花钱呢，它有点不到。这个在我的思想当中呢，这钱要把它花出去，我才能有动力再继续苦钱啊。我不花上去，我摆个地方觉得对没有用。俩闺女其实心里挺亏欠的呀。您这是在拿钱赎罪呢吧？对2个女儿来讲嘛，我还是给钱，也给哈，每个月都给吗？还是他们有大挑费？大事啊，大事的时候。什么是大事儿？您给了多少啊？后来也给他知道了，但是我没有跟他当初给钱，我没有跟他汇报他也是在这个生活一个气跟他天天闹。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是我给58万这个二女儿结婚我给58万2个人都要平起平坐还有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出国之前读书，在上海先过3个月的语言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，这个钱都是我的钱。我当时真的很生气，他就背着我，你看200多万出去了我平时孩子去补个习跟他要钱，他还要嘱咐那个不必要花的钱就不要花了。也许他给儿子留的更多，你也想多了。他没告诉过我1分钱都没告诉过我。哎，为什么不告诉妻子你们的财产有多少啊？可是我的意思呢，给他少烦点神，你告诉他南京话就是讲，告诉他也没有用因为他在这个经济方面呢，他没有什么方向。我认为反正我是把儿子的什么东西全部准备好了。全都准备好了。我现在什么的房子钱全部准备好了。他的呢？他的嘛也跟儿子在一起，我们3个人还是属于一家人同样的如此这个我们去年就是安葬是在9月份10月份就搭葬了他就离家出走，把儿子也把他带跑的。我当然要带走了。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啊？对我现在不带走儿子，我有什么来跟你再要求什么？你在这点做的有点过火，我跟你怎么过火了？你想想你是怎么对待我的？你这个钱上面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。你做生意，我承认你是老板，你有本事。但是我们的感情还是有的。我们也就是打工的，但是你也不能不尊重我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夫妻，你应该尊重我，你应该跟我协商一下，告诉我，我们有什么家底的多少，我就多少钱准备给大女儿补偿，二女儿补偿，我觉得可以的情况，我也不是不同意的。我这个人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好说话的人。我怕你知道这些事情呢，也胡思乱想平常有人吵架是什么藕断丝连，都是你本来就藕断丝连，你想想看，你大女儿也好，二女儿也好，你都没少给，平时还要买点什么保健品送的去，我保健品我都没跟你计较了，对不对？你说，还给他什么父母买点，我是一点地位都没有。我现在就是觉得他最起码要尊重我。你心里有他吗？肯定有那你得尊重人家呀。就是为这个，你还是不放心他是吧？钱的方面，他整天到晚叽里叨咕，叽里叨咕。不是，你是不是还是不放心他呀？肯定放心。那你跟他交个点儿嘛，回去。我不想给他知道，知道以后他这南京把他胡思乱想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我就不给他知道。好，那你不给他知道，他不是更胡思乱想吗？所以说呢，我就现在呢，我呢也跟他讲了，还是早点回来，我们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好。解决好以后，我们呢还是好好的生活。离家出走了是吧？我不离家不行到现在他也没交底儿他也没跟我说你留给孩子多少，留给我多少，孩子读书什么都是我管的多。他都在外面做生意，我就像个乞讨者一样的，每次都跟你要点钱，对不对？你3万5万10万不是要？你什么时候给过我10万的？你没要。我没要，是你从来都是每次跟你要钱，你就说你省着点你不要乱花，你总是讲这样的话。你们在一起生活，生活费怎么办呀？谁出啊？生活费我一般都会跟他要，一个月给我个5000还是6000，因为我们南京5000块钱，我带着孩子普通吃饭什么都基本上够了。他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？他有时候不回来，他在外面开清吧，经常都在外面。因为我这个很忙。他很忙的，有时候也见不到他。我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。有我的办公室，有我的卧室，我可以迟了，我就可以在那个卧室里面睡觉了。
他也不怎么着家，今天都晚上很晚才回来，啊都跟孩子聚的也很少的。对，孩子基本上都是我长着孩子，我说什么孩子就基本上听着妈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儿子整个的成长好吗？还好，我基本上就是给他还是正面引导。其实怎么说呢？不管怎么说呢，他在外面呢，我还是比较放心的。就是他爸爸在外面，我还是因为他基本上以工作为主吧。啊，我有时候因为也是跟我同事关系不错，都给我透露他一些行为。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孩子呢，确实父爱上面他还不完全够，因为他最多就是给钱，就是跟他聚在一起，确实少，不然我也带不走。我讲实在话，他知道他爸爸还不错，在外面挣钱给他用，对，但是他不会有太大的概念，就是觉得家庭的温暖，比如说我们一起在一起去旅游一下，或者在一起朋友聚餐一下，我们这种基本上没有，因为我父母那儿不接受我，我家里面亲戚基本上都断掉这种关系，他那边家里面亲戚，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不怎么聚。就难得，他工作忙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，他就在挣钱，他就是个机器。现在这儿子一走是害怕了，对吧？对，你怕什么呢？说心里话，大哥。儿子呢也小，对不对？19了，哎，19了吧？对呀，19了可不小了，现在大男孩了。现在在扬州这个读大学啊，当然给他带呢，我呢也放心，但是呢，没有父爱了。然后到就没有父爱了所以说呢，我有时候打电话给儿子，我说一定要听妈妈的话，我说催妈妈还是早点回来吧。你现在等于是在扬州陪读还是怎么？你所谓的带他离家出走是怎么个意思？是这样的，孩子呢后来就是在扬州上那个厨师学校，我就靠在那个学校附近就租了个房子。怎么闺女送出去留学，儿子在上厨师学校啊？我去了孩子学习成绩不大好，他自己喜欢这个，哎，这就特别好。这个他倒是蛮满意的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一直是带着他的，所以我就正好他爸爸。他知道他老爸其实还挺有钱的吗？他有点数，但是呢，他因为很隐瞒我们这个事儿，不然都不闹出这事儿来了。他隐瞒他的那些什么事儿，他只是觉得家里面反正够你们用的，你们要钱我这儿反正我跟他们财务讲一下，反正到时候你真的缺的，他讲大钱，你知道真的缺大钱，孩子比如说生个大病啊，你都不要烦神。我心里面想嘛，这个东西生病也花不了多少钱。最多不超过20-30万，我想嘛，家底最多100万不得了了，我也不会想到他会呼噜就送出去100万，这后来又搞出了2个58万。这么跟您说几句吧，你先生其实脑子里面已经都规划好了，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，他把所有事情都规划好了。所谓精明的商人，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胡来的，所以他对孩子其实是有规划的。你要相信他，他不告诉你这些钱，他是害怕他的儿子因为知道有很多钱，或者知道了底之后，他的儿子会变。说的对吧？对的。所以咱们把儿子这件事就扔在一边了，回归到本质上。如果您把他认定为是您的妻子的话，您最好跟他交点底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这个不要在节目上交底了，这么隐私的事儿，回家交底去。至于您就听听老师们的一些建议啊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老哥，离了婚的男人，不在于前妻有情感和经济上的往来，这是对再婚妻子最起码的尊重。你看，前妻的父母要买房子，一个电话你给80万，前妻要装修房子，一个电话你给20万，你还真称得上是中国好前夫。那么对你来说，一切都是教训。他所有的钱都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他这么偷偷摸摸给前妻的钱，你不但有知情权，你还有所有权。你现在剑走偏锋，就是拿着儿子当筹码，对孩子公平吗？我希望你们不要影响孩子，不要把孩子来当筹码，其他我无话可说。韩老师
看似是拿着孩子的事情、儿子的事情，然后当筹码，跟钱有关系，说给前面的女儿们啊，跟前妻等等一系列的钱的问题。实际上你是在争夺儿子的这个所有权，你把孩子当成一个东西了。您呢生了一个东西，觉得我特自豪，哎呦，我继承了，我的生命得到延续了，我们家有儿子了。这边直接把儿子当做一个筹码，直接摁在这儿。我以前没把他当筹码，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这事儿以后，我实在生气。你是向着幸福的方向在奔跑吗？带着这个家庭，还是按照自己内心的满足自己内心个人欲望的那条路在奔跑？如果个人欲望就是深渊，如果真真正正把孩子、把对方、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公民先来看，独立的人格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这才是向一个最基本的健康家庭的方向发展。谢谢韩老师，来，严老师。我觉得你来其实挺好的，你们两口子来挺好的。我相信可能在我们不熟知的某些领域，还有你们这样的存在。我觉得真是给这些妇女敲个警钟，有些妇女就是这样的，真的是愚昧。好像我给一个男人，所谓的有些钱的男人生了个儿子，我就此生衣食无忧，我也没有大的贪心，只要这个男人供我母子一生保暖就行了。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牵着儿子过下半生吗？能不能觉醒一下，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，什么是自己的义务，什么是自己的责任？我觉得你都不清楚，直到有一天发现那个什么转账记录，你才发现，哎呀，原来他有这么多钱，我一点都不知晓，我就2万3万的要的还挺开心的。这位先生，我真是没有见过你这样不尊重女性的人。你如果再这样的不尊重女性，不尊重眼前人，我真怕你以后孤独终老。哎，他带着儿子走了，你还有什么？所以醒醒吧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严老师。齐总啊，老先生，问你个问题哈，这3个女人，你有爱过哪个吗？从目前来讲，肯定是爱我现在的老婆。没有，你没有爱过他们任何一个人。2个女儿和1个儿子，你有爱过谁吗？没有。你的内心是非常孤独寂寞的。你要真正爱你的孩子们，你得给陪伴吧，对不对？你要如果真正爱这些女人们，或者曾经爱过，你得掏心窝子吧，跟他们说心里话吧，有过吗？没有。你有相信过任何人吗？或者说你有知道爱的滋味吗？没有。所以你的确很可气，同时也很可怜啊，因为您60啷当了，有过3次婚姻了，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体会到爱。你手里仅仅攥的是钱，你衡量他们也是用钱来衡量，你对他们所谓的爱也是用钱来表达的。你以为你给出去了20万、80万、58万，他们就能真正的爱你？不能。当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婚姻的、自己的感情的，尤其是越成长、越能接触到真正的爱的时候，他们会恨你，他们会远离你，你会很寂寞。儿子你一定也是不了解的，因为你跟他相处时间就少，你生怕告诉他我有钱了，他会有其他想法。你以为你那点钱算什么呀？你以为人家知道了这点钱就会变得不务正业了吗？你把钱看得太重。你以为你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钱？是的，你的生意做得不错，所以说你在生意场上是如鱼得水，但你生意做得太好，悲哀的是你的日子过得太差。身边有没有一个真正你信得过的人？身边有没有真正你觉得是爱的人？或者说有没有人真正的爱你？都没有，你太可怜。现在也许还不太晚，如果真真正正能爱好这个眼前人，亡羊补牢啊，可能还有点机会，在你有生之年你能够知道爱的滋味，否则你是白过了一生，白活了。女生也一样，如果你爱这个男人的话，你会在乎他那个钱吗？其实你不太在乎，否则你10几年、20年你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有这么多，他有这么多的钱。是的。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权利。如果说这个人不爱你的话，你就不是为他钱，你也有了孩子，你可以独立的生活，走你的呀。
因为你是主管，在他公司打工，对不对？那他要付工资嘛。或者你有这个技能，可以出去去谋一份生活。我觉得你跟儿子一样过得会很好，因为你不靠他嘛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不靠他了。对呀、我现在就自己谋职了。对呀、离开他，你看看他会怎么样？是的。他只有踏了，他只有知道自己错了，他才真正的改，真正的去爱上一个人，就这样。谢谢四位老师。我相信今天大哥会有很多的感触的，因为今天你们的视野应该会更大，夫妻之间坦诚相见，好好的聊一次。指望儿子给您养老送终啊，别指望了。以后您在榻前能够帮您的，我看还是这位女士，您现在的妻子，您心理上的妻子。因为说来说去，我看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您是真有感情的，就是她。您别再把这点真情给人磨没了。你们好好的交一次心吧，时间很短，只有1分钟。说出自己的核心诉求，要什么说清楚。愿意给出来，不愿意给就在门后走开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那个小梅啊，我们呢这次通过这个电台调解这些矛盾呢，我们呢这个心里面呢都知道了。以后我的这个家里面要用钱啊，用大钱啊，我要跟你商量啊。等回去以后，把家里面的数目的钱我全部告诉你讲。还有我带儿子最近一个大事我没告诉你讲，我带儿子又买了一套大房子。我还是希望你把身体搞好。知道。然后呢，我说实在话，你年龄也大了，你也不能老做机器，家庭温暖还是要有的，多跟孩子在一起。好的。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的，不要把我们排斥在外面。好的。行了，2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开门。我是还真指望他们能全部出来。你看，好，哎，能出来就好。没问题嘛。来，这边。去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啊。我们一个回到家还是好好的过日子啊。好了，你放心啊，这个我永远会爱你的。来，请亮灯，谢谢2位啊，请回。